我们今天在那个漳河水库来的时候，那个龚老板把我们联系的当地，说是应该，在漳河水库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钓友老李吧，他们最近都是在用抛竿在钓。我来先。正好他是用船在往那边送，我让他把我窝子稍微打一下，就打点玉米跟小麦。好，你就把这一块，那你下去我就不下去了啊。干的继续打，这个也一起打。他们现在呢就是做2个点，这边一个点，这边一个点，在中间呢打的窝子，所以他每次干着，他们还是抛不到位，可能还是这个轮子小了。再次拿出抛竿，等待又会成为了这一站的主题。抛竿虽垂钓起来惬意，但准备工作却更为繁琐。钓友普遍反映，这段时间天气不佳，经常起风，所以他们多以抛竿为主。毕竟在大风天里钓手竿，滋味可不好受。既有前人经验做铺垫，我们也就不再自讨苦吃了，果断地架好抛竿，在深远处寻找一丝可能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边打抛竿呢，我现在简单的做一罐抛竿石吧，因为打这个抛竿关键还是怎么样诱鱼。鱼只要能进窝子以后呢，它一定会吃的。但现在我们已经把竿子打下去过了，但现在还没什么反应。我现在还是想做点爆炸，还是用我们这个老窖中国，用这些玉米。这些玉米呢，也是这些大体型鱼最爱吃的，这都是发酵过的，非常好闻这个味道。用玉米跟小麦，先用玉米小麦，玉米小麦呢，它能把窝子里面的鱼留得很长时间。我还是用喜欢用这些粉饵把鱼从很远的地方往这里面聚。但这里面呢，可能还有一部分小鱼，因为我当时问老李了，他说这里面呢有时候还有一部分小的鲤鱼还有红尾这些鱼，所以我还是以这些粗颗粒的饵作为基础。我现在都把我这个平时钓的这些底窝料吧，都是半袋我都往里面再加，因为现在对这个粉饵要求的就不是太严了。因为要这个粉饵是干嘛呢？主要是起一定的粘性作用，包括我们用的玉米都可以放进去都可以放到里面去。我们现在加点面粉，是早年的。它的粘度呢，就主要就是看能不能在我们的这个打出去的爆炸钩上面能不能团住，能打出去。来，你给我就行了，给我就行了。团起来就行。大毛老师经常笑称，钓抛竿、开饵就是大杂烩，没有什么固定的比例可言。味型上多一分就多一种可能，重要的是状态，因为它决定了你的换饵时间以及抛竿的频率，可同时也需要一次次的尝试和调整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
刚才响第一声响了，第二声它回线了，哒哒，它又回线了嘛，我这往下坠了嘛。所以我们用这个杆子硬，如果是轻鱼口轻的话，用铃铛有时候看不出来，它只要咬一口，它不动的话，你就看不出来了。这样，但是用警报器呢就能看出来，第一声回线也好，拉线也好，马上它就有。看到吧？它现在就是这些小鱼，如果你是完全是粉饵的话呢，你根本窝子一会儿就啥都没了。所以我们是用了大量的这些玉米呀、小麦呀发酵的玉米、发酵的小麦，还有这个用中药泡的这个重窝，就是破碎的这玉米碴子。它这饵料呢都是粗颗粒的，一个是水流淌不走，还有一个是小鱼吃不了它啊，它始终会溜到我们窝子里。这些大体型的鱼，鲤鱼啊、草鱼啊、青鱼啊，这些大体型的鱼啊，会往窝子里面来。今天的爆炸饵淡又浓调，主次分明，真正吸引鱼儿开口的，还是钩上依附的一颗颗泡制过的浓香玉米。然而杆子还没尽数打下，警报的鸣响让大家为之一振。漳河水库竟会如此给力，可钩上挂着的会是鱼儿吗？应该把它挂到什么了？要不然不应该这么重啊！挂到草了是吧？肯定是挂到东西了，不挂到东西不可能。哦，挂到我另外一个杆子了。收的时候挂到我另外一个哪个了？哦，挂到我这个线了。哎呀，底下草多喽，这草多喽。打下的第一杆就挂上草，给人的感觉不会太好。大风肆虐，水流乱象。山区水库本就地形复杂，挂底缠线更是家常便饭。这也无形地为我们增加了工作量，让收获的时间无限期的后延。大风里漫长的等待，目的明确。所以条件再艰苦，我们也有坚持的理由。不断的换饵抛竿，时间流逝得飞快，眼看太阳快要下山，大家有些急躁。可大毛坚信自己的判断，因为最近沿海地区有台风登陆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天气只会越来越差。这2天如果不抓紧时间，往后垂钓更难开展。然而就在大家颇为沮丧之时，长线那头突然有了动作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不要紧。这个鲤鱼，哎呦，李队长，这个鲤鱼真漂亮，这个鲤鱼。啊。没有，不要，等一下，我来拿钳子。所以顶起来以后啊，直接就牵过来了。哎呦，真漂亮，这个鱼真还是非常好看，一颗鳞片都没掉。来，好，哎，好，拿起来，不要放地上，不要放地上，一放地上它的鳞片会掉。来，帮个忙来。幸福来得太突然嘛，你不习惯。嘿嘿。好，你看，嘎啦嘎啦的。今天这尾鲤鱼啊，是我们在漳河的第一尾鱼。在这之前好像感觉到有鱼吃了一口，哎，哦，坏了！不，不要摔到这儿，不要拍这个摔到这儿。哎呦，哎呀，我要。今天早上我们是一早就起来了，但是到了漳河应该是早晨吃库最好的时间啊，错过了，所以老李在这个地方经常钓。好，走吧。你看他走得很慢，哦，他一点也不慢，走了。
老李呢是经常在这钓，但最近呢，这2天他没来。我估计他的窝子里面现在还是没什么鱼了，我还是想一会儿啊补个窝，补个窝明天再来。能看到这个天啊，现在变天了。一旦变天的话呢，就是对我们做钓这种大体型的鱼啊还是有影响。所以现在晚上准备把窝子补一下，明天早上准备再起个早。在旁边挂到。挂底依旧，这样的垂钓极为考验人的耐心，也不禁让人回忆起来香格里拉的垂钓，那种重铅坠底、杀敌1000、自损800的钓法，让人记忆深刻。这是在水边应变出来的，是船老大啊，司机老李。哎，你不要晃，对，你慢慢，哎，慢慢的，你可以收。洪湖水呀，浪呀嘛浪大浪啊！皓月当空，气温越来越低，晚间的垂钓太过危险，我们也没有备好夜钓所需的装备。然而，仅仅收获1尾，让人颇不甘心。接我们的船也来了，我们准备收完以后啊，因为前2天他们一直在钓，有几天没钓了，我是担心他的窝子里面啊现在没有续住，准备一会东西收完以后啊，我准备再打个窝子。补完窝子以后呢，我们就准备早点撤，明天呢早点再来。因为在这些大水域啊，你如果讲不打窝子想钓鱼，那是不现实的，也是在骗人的。我们在大水域钓鱼是，只要在这些自然水域，在这大的水面钓鱼，最好能提前2到3天打窝子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应该，你窝子选对了，窝子正常打好养好的话呢，应该还是有渔获的。我赶紧收了。凌晨5点，战斗的号角再次吹响。在异地他乡，纯正的当地美食可能就隐藏于一间不起眼的街边小店里。哪怕再着急，早餐也得好好享用。对我们所到之处只能走马观花的遗憾，就用这一碗碗承载了普通却不平凡的美食来弥补吧。仿佛昨日重现，还是那山、那水、那几只敬业的钓竿和不知疲倦的人，早早地赶在起风前打下抛竿。如果出现咬口，也是一早一晚的可能性最大。而我们起早贪黑的往复穿梭，能换来回报吗？每天到这个点啊，可能都是上鱼的高峰期了，所以现在我趁这个没上鱼的时候，把整个饵全部换一次可以坐等了。因为尤其要想打抛竿钓这种大体型的鱼啊，还是不要把频率钓起来，频率钓打太快的话呢，还是不好。关键底下这个放水放的太多了，就是整个水都涨起来了。水一涨起来以后啊，底下全是水草，你就没办法去像正常我们打抛竿那样去钓了。走起！其实早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爆炸可能不是这样子的，6把钩，直接钩子飞在饵的四周围，等饵正常的雾化开了以后呢，让这个鱼啊去吃这个饵。因为它这个地方很多草，刚才你看到我们收竿的了。当地老李是1把钩单钩在钓，我这个呢现在是2把钩。2把钩1把钩呢，它都是为了避免，水底下障碍物多了，什么树啊、岩石啊、草根啊，就是它多了以后呢，它容易刮。所以你能看到这2颗线，它的距离很近。包括我这饵料打下去呢，是为了诱鱼，里面能看到
啊，都是小麦啊。有吧？有。估计可能是草鱼的可能性大，可能性大。过来了。可能蹭到那个线了吧？别动别动，不往弄。可能蹭到这个线了。蹭到这个线了。啊。懂吗？好了。这里往后凑一点。不行了。不知道，已经挂到这个线了，鱼已经起来了，不管它了。把这个打开，把线背打开，线背打开就行了的了。不大。底下有草。草鱼吧？我看它那个草鱼。草鱼。正好挂到我那根线了。正口肯定正口，但把我的线搅得一塌糊涂了。哎呀，今天把我的线搅得一塌糊涂了，不管它搅一搅吧。来吧，插进去吧。往前抬一点，哎，好了。小心线上面挂了几根线。不要紧，没事。别动，你现在前掌别动它了，哎呀，机长拿着别动它，就这样子啊。好了，天没亮就来了。这是在漳河水库的第一尾草鱼，不大，小草鱼。这个草鱼下水它容易喘，容易沾水。好啊，你看我讲的吧，草鱼我都有经验了，它说打水就打水。好，它跟鲤鱼不一样，鲤鱼是慢慢的走，草鱼说打水就打水。特意的赶早，终于有了回报。这样的大风天，说是一天等着一口，也许都不为过。渐起的大风，吹得让人没脾气，连一向稳妥、从未掉链子的干架，这次都在阴沟里翻了船。今天这风太大，那个架上压的都是水了，要把这风都能把架子吹倒。这还是台风来了，对这个鱼吃口啊还是影响很大。长线那头，沟上经常为水草所缠绕，这样诱鱼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了。然而，环境带来的困扰，我们没办法避免，只能选择不厌其烦的清理。大风如约来袭后，停口的大半天里，饵料尽数被小鱼捞去。时间又到了临近傍晚，而大风只要稍有休止，窝子里不断徘徊休于开口的鱼儿，就有了动静。好，不大。我把线收一下。来，杆子给你行了，哎对，好，好，底下有草，哦，鲤鱼，看到了。好。
好，哎得注意钩子啊，注意钩子，好，哎，还算不错，没有白等待，好，这钩子慢慢下，好，走吧。草鱼跟鲤鱼啊，它走的方式不一样的。草鱼它走的时候尾巴啪打水能打你一身的，鲤鱼走的时候会轻轻的走。今天这风太大了，我也不知道张河会不会给我们留下来遗憾，但是呢，已经尽力了就行了。